係各位網友，嗱呢個係民主嘅點解咁難實行嘅最後一講。咁跟住我又講民主咁衰，但係結果咧你一定要行民主。嗱點解咧？我俾幾個理由俾大家聽。第一，人嘅天性係只係注意目前嘅嘢，我哋呢個係我哋嘅 genetic 嘅要求，我哋眼中睇到嘅嘢。譬如話，我解釋俾你聽，我早幾日見到我親戚隻貓死咗，我非常之傷心。但全世界係以有億計嘅動物係會死亡啊！呢個包括咗呢個牛羊豬，我睇唔到咧，我就感覺唔到。呢個咧就喺我哋嘅 DNA 入邊啊，喺我哋嘅 DNA 入邊。所以咧，你叫我去管，去有興趣去參加整笪好大地方嘅管理，好似中國咁有14億人咧，我係完全冇興趣嘅。多大多數嚟講，嗱呢個係第一點喎。你係揾緊一班對去管理、參與管理政治冇興趣嘅人，要佢去參加管理政治，呢個咧係非常之困難。第二，你要知道咧，呢個世界咧就越嚟越專業化，因為咧我哋嘅專業分工越犀利啊嘛。政府政策 basically 係一樣非常複雜嘅嘢。佢譬如我問你咁樣，應唔應該起第3條跑道啊？咁樣睇千幾億，哇！你要睇雙方作出客觀公正嘅討論咧，你係冇呢個，首先你冇呢個會計底，冇財務底咧，你就文科生咧就非常難明白。呢啲咁嘅天文數字啊，係多出係遠遠超出一般人嘅想像力。唔單止係普通嘅市民冇印象，就係連啲立法會議員咧都唔識得諗嘅呢啲問題，佢哋唔識得諗嘅啊。咁就係 Donald Trump 咧都唔識得諗嘅，佢集中咧得100-200億嘅嘢嘅啫，去到以萬億計咧，佢就 lost track 噶。呢個你唔能夠怪人嘅，因為咧我哋嘅銀碼一張銀碼咧就係得咁大，我哋慣咗處理咧就咁大啊。咁所以呢一個日常呢啲咁樣嘅政策嘅決策，其實一樣非常複雜嘅、非常龐大數字。個優點同缺點都係要經過好多客觀論證咁複雜嘅嘢咧。只有專業嘅人士先至能夠討論，而你叫一班冇興趣、既冇興趣又冇 qualification 嘅人，就呢啲嘢嚟到投票去選擇代表佢哋嘅議員甚至總統咧，係注定失敗嘅。經常喺呢啲選舉都係可以完全嗰啲人係唔知道自己選乜 Q 嘢，亦都唔知道佢哋代表嘅政策究竟係對自己有利定冇利，係對佢哋自己喎。呢個係一個先天性嘅嘢嚟喎，啊！咁所以咧，佢哋點樣投票嘅咧？佢哋係靠印象投票，宣傳係靠口號。譬如奧巴馬嘅口號係 change， 呢個 Donald Trump 嘅口號係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。呢個係點解咧？啊，多數人都唔明。即係我舉個例，呢次選 Donald Trump 嘅人，包括有啲好支持 Donald Trump 嘅加拿大人，佢係完全唔明白呢個 Donald Trump 嘅關稅政策啊！你要呢啲咁嘅政策咧，係錯綜複雜，啲利害咧係會互相衝突嘅，即係你贊成佢呢樣嘢，可以喺第二樣嘢反對，結果咧你投票咧就只係完全係俾佢嗰個口號嚇，或者佢出嚟個 presentation。或者你傳統點樣諗法，就係因此而投票，即係話你係根據立場，而唔係為根據理性而投票。對大部分係咁。好啦，另一點咧就係
即係話佢哋係冇呢個專業知識或者時間嚟到作出適當嘅判斷。仲有一個重大嘅問題就係咩咧？好容易操縱情緒，最容易嘅操縱情緒係乜嘢咧？就係仇恨。而仇恨係乜嘢咧？我講俾你聽，我係最近睇咗本書啊，第三類猩猩，佢發現人類有一個最容易挑撥嘅仇恨係乜嘢咧？就對自己族群以外嘅人嘅仇恨。咁呢一個咧就係由黑猩猩時期都係如此。你發現啲黑猩猩咧無端端去巡邏個邊境，捉到對方嗰族嗰啲猩猩咧，就去虐待佢、殺死佢。冇猩猩啊、BB 啊，如果成年猩猩咧就打死佢。其實係完全一啲利益都冇。嗰個真正咁樣做嘅原因，就係因為咧嗰啲雄性嘅猩猩咧就有好多嘅睾丸酮。如果佢唔做一啲對外發泄嘅嘢咧，佢哋內部爭奪嗰個 alpha male 嘅地位咧，係導致佢哋內部更多嘅摩擦。因此，我哋有同樣有呢個 factor 喺我哋嘅心入邊嘅。所以，對於非我哋族群嘅人咧，喺原始社會咧，我哋永遠每一個你發現每一個原始社會都係佢哋嗰啲人咧就叫做人。自己嘅部族以外嘅人咧就叫做唔係人，即係東夷啊，呢個北狄啊，冚唪唥都係個野獸邊嚟嘅。呢啲人咧，東夷係條蟲嚟嘅，北狄啊係啊，即係呢啲人咧全部係野獸，有個野獸邊。南蠻係條蟲嚟嘅，東夷係有個公，呢一個係全部呢啲人，你都當佢唔係人，因此去挑動呢啲仇恨係最容易嘅。好啦，然後咧。就係左派又係最容易挑動啲仇恨係乜嘢咧？對有錢人嘅憎恨，呢個就係馬克思主義嘅原則。Property is theft， 資產就係賊贓嚟嘅。因為呢個挑撥你覺得個社會唔公平嘅感覺，人哋點解咁多錢，你冇錢啊？呢個就係左派永遠挑動呢種仇恨，右派挑動對外來族群嘅仇恨。呢個就係甚至咧會做啲嘢出嚟咧，不惜犧牲自己嘅利益喎，嚟到攬炒嘅喎。呢個最好嘅例子，經常群眾作出非常錯誤嘅抉擇係乜嘢咧？我舉個例俾大家睇住，就係英國脫歐。英國由醞釀脫歐到脫歐，搞到而家10年嘅經濟冇增長。英國咁而家我哋睇下美國係唔係會因此搞到美國嘅經濟冇增長？係經常選出嚟嗰啲人係同自己嘅利益作對嘅。好啦，仲有一點，點解民主 fundamentally 難搞咧？就係個民主係經常被既得利益分子劫持咗。嗱，我舉個例，譬如你而家要增加呢個10% 關稅。咁嗰啲消費者咧，就每人咧就要俾多一年俾多100零200蚊美金。呢啲人咧唔會出聲喎，因為咧佢哋係一盤散沙。但係嗰啲既得利益分子咧就好容易出聲嘅。呢啲人出嚟出聲啊？呢個係喂嗰啲，譬如話呢一個係做呢個上次對呢個洗衣機徵關稅，洗衣機嗰啲人會出嚟出聲咧。雖然佢得好少人。經常咧都係啲工會咪出嚟出聲，佢哋有組織，佢哋嘅發言權咧就好大嘅。一般人咧就係沉默嘅多數嚟嘅，所以大多數人嘅利益經常俾既得利益分子操控。舉個例，香港嗰啲醫護人士、律師呢啲專業人士就操控咗個話語權，令到香港嘅醫療費好貴，醫生嘅費用係全世界最貴，大律師嘅費用全世界最貴，而你哋啲市民係唔會出嚟反抗嘅，明唔明啊？呢一連串咧，我所講嘅嘢咧都係死症，尤其是如果個國家越大咧，個死症就越大。即係咧，我哋如果係呢條街整個民主委員會，喂，大家手板眼見，喂，你嗰個嘢做咩？個看更都唔瞓覺嘅，你仲睇到啊？整叫一個14億人嘅國家，總之你要為個國家咧，點解啊？因為新疆好叫大鑊啊嘛，如果咪新疆害死你，
你完全冇 idea 新疆發生乜嘢事，你明唔明啊？所以一個大嘅國家一定結果係好容易陷入專制嘅，除非佢係徹底嘅分權。呢個唯一解決呢個問題嘅方法呢，就係美國嘅聯邦制度咯，即係嗰啲州實際上係有一啲憲制嘅權利，唔係中央政府能夠呢一個係 overrule 嘅。如果唔係呢，一個龐大嘅國家，好似中國、好似俄羅斯咁樣嘅情況之下呢，你嗰啲人根本就唔知道成個國家發生咩事，因為個資訊嘅難以掌握，亦都冇時間去掌握。於是你只係歸結一點，你信唔信呢個政府嘅啫？嗱，仲有最後一點我講埋，就係呢一個民主政制能夠存在，係要靠乜嘢呢？靠嗰啲公民係會維護抽象原則，而呢樣嘢呢就非常困難嘅。即係你叫佢聽日要加你10% 稅，話要我袋到揞出嚟，咁你呢就會知道。但係佢做一樣嘢，舉個例，嗰個政府做一樣嘢，係用公權力啊，即係用差佬去查嗰啲政敵。舉個例，呢個違反咗民主嘅原則，因為如果大家都用公權力去對付啲政敵嘅話呢，咁下次選舉呢就唔會公平噶啦嘛，係咪？係唔可以用公權力去鎮壓異己，因為你咁樣就鎮壓咗公平嘅選舉，鎮壓咗言論自由。但係我要話俾你聽，100次有99次，當個政府做呢啲違背原則嘅嘢、違背人權嘅嘢、違背民主自由原則嘅嘢，啲人唔會出嚟抗議。呢個呢，就係最近我喺美國見到，令我非常驚訝嘅。美國人從來呢都係極端懷疑個政府，所以呢，美國頭幾十年呢係冇中央銀行嘅。咁後來呢，因為佢哋好擔心個中央銀行呢，就變咗政府嘅工具，就不停印錢。咁而家所以個 Federal Reserve 係一個獨立嘅，佢淨係負責一樣嘢，令到個通脹唔可以多過2%，令到個失業率唔可以太高，佢嘅任務。但係呢，而家 Donald Trump 呢係話要管到呢個聯儲局喎，直接去干預聯儲局喎，有冇人反對啊？冇人反對喎，我睇唔到好大份。點解違反咗美國嘅傳統啊？我舉個例俾大家睇下，台灣嘅政府就係台灣嘅中央銀行就係為政治服務。喺台灣個樓市太過熱嗰陣時，喺呢一個美國加息嘅時候，台灣銀行唔敢加息，因為一加息咧就驚個經濟唔好，亦驚咧民進黨政府選唔到。呢啲完全係political consideration， 係一個中央銀行係唔可以有 political consideration， 結果造成台灣樓市嘅泡沫，新台幣嘅貶值。上述我講嗰幾點咧，都係死症嚟嘅，即係咧你要提升到多數人有個民主素養，去維護抽象原則。咩叫抽象原則？你傷害到人權，你傷害到隱私，你傷害到法治，你傷害到言論自由。喺東方基本上係唔存在呢啲人係。你講呢啲抽象原則，嗰啲人話你係傻仔嚟㗎。佢哋只係有立場，你知唔知啊？有自己支持嘅人，有仇恨，而從來唔講原則。呢個係中國人東方文化嘅特色，因為我哋用嘅文字係唔可以好難形成抽象思維嘅，係去到咁根深蒂固嘅。喺西方就好啲，但係近期呢，我都見到退緊色，經常有啲事做出嚟係破壞，即係因為民主呢，你係一定要將嗰個普世價值高於一切。佢係凌駕嗰個投票制度，佢係凌駕咗呢一個政見嘅唔同，係要全國所有人，無論自己支持嘅人又好，反對嘅人又好，一做入任何事違背普世價值、違
違背民主原則，你都要出嚟反對，唔理佢係支持定係唔支持。但係而家咧，而家啲民粹政治咧，我見到咧就喺歐美呢樣嘢都消失緊，呢個係令我擔心嘅，好嘛？聖誕啊，呢個咧我又優待大家，呢個哥倫比亞樂園水洗啊，5折優待，咁啊非常平，265呢個5折就變咗132個幾，132呢隻咖啡豆，呢隻掛耳包64蚊，係抵到唔啦，抵到爛噶啦，大家快啲嚟幫襯啊！嗱，呢個優惠咧係跨年嘅，10月24號到2025年1月2號，呢啲豆嘅味道係唔同人㗎。